Hello， 大家好，我係塔羅斯 Rennie。眨下眼又一個星期，不如我哋今日就嚟睇下6月19號至到25號呢一個星期有乜嘢特別嘅星相啊！隨住上個星期射手座滿月嘅能量，就推高咗我哋嘅情緒。喺聽日，即係19號，太陽嘅正氣就會同逆行當中嘅冥王星形成咗獨特嘅相位，暗示住我哋嘅黑暗面就即將會被曝光。喺心理層面上，逆行嘅冥王星或者就會增加咗我哋各個人內心嘅一啲執念，因而出現一啲強烈矛盾或者係掙扎嘅心情。咁樣就或者會引發出一啲同權力有關嘅問題添。幸好喺同一日，金星就會同海王星有住和諧嘅連結，會為我哋譜奏出一股愛嘅頻率，能夠平緩我哋嘅急躁，同時亦會引導我哋凡事以和為貴，同埋較容易同他人達成共識添。同時間，由於金星係喺講求務實嘅金牛座中，就會提示住我哋喺處理事情嘅時候要衡量利弊，就唔好過於感情用事啦。而另外，宇宙亦都會俾我哋一啲新嘅能量，因為太陽就會喺22號進入水象嘅巨蟹座當中，帶俾我哋更多慈愛嘅電波，能夠增進同情心同埋慈悲心之外，一啲同大眾事務、歷史、美食或者係同家有關嘅嘢就會被關注。而金星會喺隨後進入具說服力嘅雙子座當中，呢股能量就極為有助我哋以平和嘅方式去平息一啲糾紛。同時間，因為雙子座係具有2元素，就或者會賦予咗大家雙倍嘅驚喜同埋樂趣。而喺事業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白羊座、獅子座、天秤座、處女座同埋水瓶座。白羊座喜歡華麗嘅金星，即將會同想像力豐富嘅海王星有住和諧嘅共振，會為各個白羊座嘅朋友帶嚟敏銳嘅視覺同埋藝術創作嘅靈感。對於一啲從事創意工業嘅白羊座朋友嚟講，呢股電波就會為你哋嘅創作增添不少精彩嘅元素，所以大家就千祈唔好浪費發揮嘅機會。另外，今個星期要特別留意嘅應該係喺溝通方面，因為太陽嘅正能量會喺19號左右激盪住正在逆行嘅冥王星。咁就預示住你哋喺個人成長或者係事業上會遇到一啲挑戰，例如係話有人喺你背後中傷你，流言就滿天飛，溝通出現誤會，或者係某人向你發出一啲挑釁行為等等，從而令到你產生一啲挫敗感。不過此時此刻嘅你就千祈唔好話硬碰硬。木星嘅祥和之氣其實正係喺度支持緊你，你只要好好運用水星喺雙子座嘅機智能量，以靈巧嘅方式去應對，並且好好記住自己嘅價值同埋位置，做到謹言慎行。有啲事情就或者會因為你嘅冷靜同埋有氣度嘅處理方式而得到他人嘅認同同埋解決。同時喺25號，水星就同逆行當中嘅冥王星亦都會出現一個焦急不安嘅相位，咁樣再次就喺度提醒你，遇上任何言語衝撞，亦都唔好過於急切咁作出反擊，不妨先自我反省一下，審視他人嘅批評或者意見，然後進行一啲良性嘅溝通同埋協商。你就或可以藉此嚟拓闊自己嘅視野，同埋係展示出你機智嘅一面添。大家好好記住，你嘅思海有幾闊，你嘅成就就能夠有幾高。大家要好好謹記啦。獅子座，金星正係努力咁為你哋嘅事業宮發力，再加上太陽正坐落於你嘅人際宮。喺呢啲能量嘅圍繞之下，就或者會令到你有機會能夠廣結善緣。
更加可以為正在尋找工作嘅獅子座朋友增添不少良機添。而金星同海王星相互融合之下，佢嘅能量就係特別有助於尋找一啲有關於時尚、醫護、社會福利或者係社工方面嘅工作。如果你係正向住呢啲領域進發嘅話，就要好好把握時機啦。而在職嘅獅子座朋友就係要小心同上司、下屬或者係同事嘅相處，當中就唔一定話有壞事發生，只係由於太陽會同逆行中嘅冥王星喺19號左右就出現較為微妙嘅角度，暗示咗喺你身邊會有一啲人能夠幫到你嘅同時，亦都會有一啲人係想整蠱你，而當中可能佢哋都未表明態度，因而你亦都唔知道邊個係是敵是友。或者你要先明白一下逆行冥王星喺你第6宮嘅用意，佢就係想透過一啲規範或者限制嚟令到你明白同他人溝通嘅重要性。有一啲獅子座嘅人或者會覺得有一啲事情自己係能夠一手辦妥，咁樣又何須做一啲無謂嘅應酬呢？不過從太陽同天王星嘅強硬相位嚟睇，有啲事情就或者會出現突發嘅變動。此時嘅你或者再唔能夠單憑一己之力去完成，因而現階段你就必須作出某一啲調整，多啲去同人作溝通或者係聯誼一下。正所謂未雨綢繆，先能夠防患於未然。天秤座海王星嘅安逸能量同金星相互支持，向各天秤座嘅朋友發出一團極為圓潤嘅電波，有助於你去解決一啲同合資或者係合作有關嘅議題。同時對於一啲做生意、自僱人士或者係從事創作嘅人嚟講，亦都極為有助力，因為靈感同埋想像力都通通會被激活。而如果想喺事業上有住更好嘅發展嘅話，此時嘅你就要把握一下木星喺你合作宮嘅時機，多啲同唔同層面嘅人接觸，因為合作或者會為你引來更好嘅運氣㗎。另外，大家千祈唔好跌入逆行冥王星嘅迷魂陣，令到暗藏喺內在嘅自卑感或者鬱悶感所影響，而選擇固步自封，或者係只係留喺舒適圈當中。你要勇於接受新嘅事物同埋知識。如果發現自己嘅學歷或者技能係有啲不足嘅話，而家就係時候去揾一啲有助你事業發展嘅課程去進修一下。一切都唔好怕太遲，因為我哋成日都會講遲到就好過冇到。最後喺今個月嘅25號，水星就會同逆行中嘅冥王星有住緊張嘅角度，或會引來一啲針鋒相對嘅事件。無論喺今個星期你遇上或者係聽到他人嘅任何批評，你都唔好輕舉妄動，因為呢一個相位就係預示咗會出現一啲講多錯多嘅現象。咁樣你而家就極為需要去吸取逆行冥王星喺摩羯座嘅侵蝕能量，要學會以智慧取勝，而非爭一時嘅口舌之利。處女座金星同海王星有住和諧嘅連結，暗示住有一啲處女座嘅朋友近期就或者需要同一啲海外人士、政府機構、郵局或者係任何通訊有關嘅機構聯絡，喺事務上有住較多嘅溝通同交流。而太陽同水星亦都會為你嘅事業宮發力，增進你嘅自信心之外，亦都會俾到你動力去同他人商討唔同嘅議題，同埋促成生意嘅合作添。而喺今個星期，你需要留意嘅地方，就係千萬唔好過於偏執喺你個人嘅喜好之上，因為冥王星正喺你嘅第5宮逆行，並且同太陽嘅活躍光芒產生住不平衡嘅現象，象徵住你嘅一言一行正係會受到他人嘅注目。
把握機會去展露出你多才多藝嘅一面之餘，你亦都要抱有謙厚嘅態度。而喺23號，太陽又會遇上反覆無常嘅天王星，咁就預示住有一啲處女座嘅朋友，或者會因為某一啲事件而受到他人嘅批評，從而會立即咁引發住內心一連串嘅波瀾。幸好金星會喺24號進入具應變能力嘅雙子座當中，佢柔和嘅電波或者會令到你變得更為健談起嚟，同時亦都具有社交手腕。而喺金星同冥王星嘅聯手之下，就更加會令到你喺衡量事件嘅時候更着重於合乎經濟效益，而唔僅僅只係顧住一己之欲。水瓶座，雖然水瓶座平日係中意獨來獨往，但係喺金星同海王星有所連結之後，就或者會令到各個水瓶座嘅朋友傾向於採取較為謙遜同埋合作嘅態度去處事，非常有助增進同上司下屬嘅溝通。而喺今個星期需要特別留意嘅地方，就係由逆行中嘅冥王星所引發出嚟嘅隱藏危機。有一啲人或者係發生喺事業上，又或者係發生喺情感之上。例如有一啲事情會暫時出現一啲無法控制嘅境況，溝通出現誤會，或者係有舊有嘅問題重現等等。而喺水星同木星嘅鼓勵之下，宇宙想你能夠以平和同埋具智慧咁去表達出你嘅意見同埋想法，要時時勇於作出新嘅嘗試，唔好俾眼前嘅障礙阻擋住你嘅去路。水星喺雙子座當中會為你帶嚟機智嘅能量，亦都會令到你變得更為健談同埋具說服力。所以就唔好浪費發表意見嘅時機，只要你事先係有做足檢討同埋準備，雖然仍然係有被批評嘅機會，但係有一啲新嘅計劃同埋方向，就或者會因為你嘅大膽提議而有住新嘅可能性。另外，由於而家象徵住創意嘅第5宮會陸續俾太陽同埋金星所點亮，代表咗有一啲從事藝術或者設計嘅人會得到較多嘅靈感同埋創造力，大家要好好把握各種發揮嘅機會。而如果想轉換工作嘅話，亦都不妨借助呢2股能量去作出大膽嘅嘗試啦。喺愛情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雙子座、巨蟹座同埋天蠍座。雙子座，單身嘅雙子座朋友喺金星嘅務實能量牽引之下，就或者會傾向於低調咁去建立關係，日日未有十足嘅把握，亦都唔會將感情曝光。另外，水星同木星會走埋一齊去為你打開人際之門，代表住近期嘅社交活動就或者會有增加嘅趨勢。同時間，由於金星係會遇上迷迷惘惘嘅海王星，咁就或者會為一啲雙子座嘅人帶嚟唔清唔楚嘅關係，俾一啲似是而非嘅感覺所纏繞。或者大家就千祈唔好急先，因為金星即將會喺24號走進你嘅命宮，有助增加你嘅魅力同埋審美眼光。因而不如先藉機會去提升一下自己，重塑外表，或者係購置一啲新衣飾。當你變得更優秀嘅時候，就唔驚冇人追啦。而已經有伴侶嘅雙子座朋友，就或者會忙於去處理一啲同合資、銀行、保險、投資或者係生意有關嘅事。不過由於太陽同天王星係有住唔協調嘅相位，代表咗有一啲事情就有機會出現突如其來嘅轉變，而令到你變得浮躁不安。現階段最好能夠再去同伴侶從長計議，當中你就或者需要留意自己有冇過於主觀同埋敏感。遇上分歧嘅時候，就適宜多同伴侶作良性嘅溝通。
同時亦都最好能夠學會取捨，清除某一啲特定嘅偏見，試試去接受新嘅知識同埋現實，一齊攜手咁去共創更美好嘅未來。巨蟹座，愛神金星而家正係落於務實嘅金牛座當中，並且即將會同夢幻之王海王星有住良好嘅角度，咁就暗示住有一啲巨蟹座嘅朋友會同一啲外國人或者喺網絡上認識嘅新朋友打得火熱，有住極為開心愉快嘅交流時光。不過由於冥王星係喺你嘅親密宮逆行，所以如果你係單身，咁樣冥王星就正喺度提醒你要特別留意身邊人嘅動機。你必須要時刻提高警覺，因為太陽會喺23號同天王星產生緊張嘅角度，能量就或者會為你引嚟一啲心懷不軌嘅人。所以千祈唔好以為能夠談天說地就當佢係好朋友，或者以為佢係好人，你就適宜用時間去證明邊個先係真心，邊個先係假意。另外，如果你已經有伴侶，你就或者會憧憬住有更美好嘅未來。就算大家曾經有過乜嘢問題都好，喺金星進入雙子座之後，你雖然感覺到心力交瘁，但係仍然會有啲認命嘅感覺，因而就想繼續能夠重新去建立關係。但係由於逆行中嘅冥王星會俾太陽同埋水星所喚醒，咁就代表住一切嘅事情並唔係能夠忍就可以蒙混過關。有一啲人或者要再一次去面對以往想隱藏嘅事，或者係一啲秘密有機會被翻開添。冥王星嘅逆行係想嚟助你擺脫過去，你需要先去克服你內在心理嘅障礙同埋陰影，同時依賴住冥王星嘅重生能量，學會去重新安排自己嘅人生路。想令到關係變好嘅要素，其實並唔係要死忍，而係要懂得從唔愉快嘅經歷當中蛻變自己，塑造一個更值得人喜愛嘅自己。天蠍座，喺金星同海王星嘅引領之下，單身嘅天蠍座朋友或者會對於找尋對象嘅時候有住更高嘅要求。例如係會傾向於去揾一啲靈魂伴侶，又或者係去揾一啲能夠出得廳堂入得廚房嘅人，並且相貌當然亦都需要生得唔錯啦。而如果你嘅追求對象係天蠍座嘅話，咁樣喺今個星期就最好能夠揾一啲機會去展示一下你自己嘅廚藝，或者係具有專業才華嘅一面，俾佢留下一啲良好嘅印象。咁樣想征服佢嘅話，亦都只係指日可待啦。另外，已經有伴侶嘅你，受到上個星期滿月能量嘅影響，有一啲天蠍座嘅朋友或者會暗自喺度盤算住自己喺關係上嘅存在價值。而嚟到今個星期，金星嘅固執能量又會融入海王星嘅漫無邊際能量當中。好嘅一面就係話會出現不顧一切咁去愛，但係壞嘅一面就係會引發出你哋嘅疑心病。再加上冥王星係正正喺你嘅思想宮逆行，佢拉扯嘅能量就或者會令到你覺得有啲頭昏腦脹，從而不自覺咁會更想去捉緊住對方。想戀人好好咁留喺你嘅懷抱嘅秘訣，就係要去參透冥王星逆行嘅意義。唔好成日都去猜測他人背後嘅意圖，或者係莫名咁出現一啲認定嘅想法。其實既然大家已經係伴侶嘅話，有乜嘢唔明白就不如開心見誠咁講出嚟。又或者係用你偵察他人嘅頭腦去計劃一下可以去邊度旅行，咁樣可能會更加有助益喎。
喺財富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金牛座同埋射手座。金牛座一啲同社交有關嘅消費，或者會突然間冒起嚟，同埋今個星期仲或者會有住較多瑣碎嘅支出要支付。而太陽同水星喺你嘅財富宮為你打打氣之外，其實同時亦都會觸動到逆行中嘅冥王星能量，預示咗有一啲金牛座嘅人或者正係喺度策劃展開新嘅謀生計劃，會着力去尋找出更多嘅賺錢方法，例如係試圖透過網絡、通訊、媒體或者同旅遊有關嘅活動去擴展版圖。不過喺太陽同天王星嘅強硬相位嚟睇，代表咗萬事真係起頭難。喺開發某一啲事情上面係會遇到一啲不似你預期嘅事件，令到你有所卻步。不過大家就千祈唔好輕言放棄，因為冥王星正係喺你嘅第9宮逆行，咁樣就係預示住宇宙想通過一啲障礙，令到你去改咗一啲唔合時宜嘅觀念。你而家適宜將目光放於未來，或者有一啲發展並唔係一做就可以有回報。你亦都不妨將新嘅嘗試當作part time 嘅事務，唔好當為正職。財路係適宜向多方面去發展。另外，幸好宇宙即將會派出吉祥之星金星嚟到你嘅財富宮，象徵住有一啲金牛座嘅人或者會有住較強嘅消費意欲之外，亦都代表咗有機會能夠開啟你嘅一啲商業天分，可能喺美容、服裝、飾品同埋娛樂領域當中揾到賺錢嘅渠道。大家要努力嘗試啦。射手座首先受到金星同海王星嘅柔和相位所牽動，有一啲射手座嘅人就或者會因為一啲家事或者係工作而動用咗一筆金錢，例如係購買新嘅電器、裝修、買健康食品，又或者係要去見工，因而買咗一啲新衣物等等。另外，由於留喺你財富宮嘅逆行冥王星會俾太陽嘅強光震懾，就或者會令到一啲射手座嘅人喺同他人合作或者係相處上需要付出更多嘅金錢，例如係話生意合作出現分歧或者損失，生意上需要再作投放資金，又或者係買咗一啲禮物俾伴侶而有住較多嘅花費等等。而由於喺今個星期太陽同水星會分別激發起冥王星逆行嘅能量，預示咗有一啲射手座嘅人就會有機會喺今個星期進行一啲關於財務嘅重組。喺同他人合資做生意嘅時候，會更熱衷於掌握主控權。同時，太陽會喺22號就走進巨蟹座，為你嘅偏財宮亦都增添不少好運氣。不過隨後太陽又會遇上變化不定嘅天王星，咁樣就暗示住好運或者會只係嚟臨於一啲有堅固基礎嘅事情之上，而嗰啲高風險嘅投資項目都係唔好掂，會比較安全啦。另外，除咗以明智同埋保守嘅方式處事可以有助減少損失之外，今個星期你哋嘅幸運顏色會轉為柔和嘅色調，例如係蝦肉色、咖啡色、粉藍色、粉紅色，又或者係淡黃色。大家就不妨試試運用呢啲色調嚟增進一下自己嘅運氣啦。健康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摩羯座同埋雙魚座。摩羯座喺金星同海王星嘅聯手之下，或者會向各摩羯座嘅朋友送出一陣柔和嘅電波，令一啲摩羯座嘅人有住一息間喘息嘅時光。不過，似乎大多數嘅摩羯座人亦都係消耗咗自己唔少嘅元氣。呢啲少少嘅能量好似根本係微不足道，
而喺今個星期，太陽會係喺你嘅工作宮為你打氣，增加咗你嘅自信心同埋體力。不過最重要嘅都係你自己需要學識重整一下自己嘅人生方向，因為正喺你命宮逆行嘅冥王星會陸續被太陽同埋水星所干擾，而呢兩顆星就正好又係坐落喺象徵日常生活同埋健康嘅第六宮之中，咁就反映住有一啲摩羯座嘅朋友嘅健康會有好大機會係俾工作或者生活上嘅瑣事所拖累，而出現一啲同精神緊張、抑鬱、肺部、上呼吸道、關節或者係骨骼有關嘅問題。所以各個摩羯座嘅朋友要留意一下啦。如果你想能夠做得更好嘅話，就並唔係話全力以赴，而反而就要學識金星進入你第六宮嘅任務，試一試以唔同嘅方式去尋找一下快樂。而家係時候去愛惜一下自己嘅身體，因為你已經漠視咗你嘅身體好一段時間啦。雙魚座，冥王星係正喺象徵理想同埋社交嘅第11宮逆行，正係想嚟考驗一下各個雙魚座嘅朋友對未來嘅期盼有住幾大嘅堅定同埋決心。因為逆行嘅拉力就或者會令到一啲雙魚座嘅人遇上一啲感到受傷害嘅人同事，例如係突然間同好朋友出現爭執，因理念唔再相同而選擇離開某一啲團隊，或者係發現某一個理想已經唔再合時而去發展等等。喺變化嘅環境當中，似乎正在不斷咁打擊住你哋嘅意志。不過就唔好怪宇宙對你哋殘忍，其實宇宙只係想借助呢啲事件嚟令到你覺醒。有一啲人同事係強求唔嚟嘅，盡咗力，其餘嘅嘢就要靠天意啦。再者，而家係時候去重建一下你嘅自我價值同埋心靈嘅平衡。木星已經喺你嘅第2宮發力，不妨先放低一啲多餘嘅疑慮，再將重心放回喺自己身上，有住安穩嘅心，先能夠發揮內在嘅潛能。咁樣你就或者最好能夠返到去你最熟悉嘅地方，就係返屋企休息一下，因為家同家人永遠都係你最大嘅後盾。今個星期不妨多啲同家人聯絡，靜心喺屋企過一個休閒嘅週末。同埋上網睇一睇有冇啲咩嘅活動或者課程你係有興趣去參與，為自己嘅未來增添一下唔同嘅色彩啦。今個星期嘅星座預告我就講到呢度啦，大家要多多保重，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關於今集嘅內容，大家可以去我嘅 Facebook 專頁去睇返文字版本㗎。